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來組裝這盒 FRS 的虛擬化身文奈，那以下我就直接簡稱為學姐啦。之前本來是有想要組超級文奈，不過我看到那個臉部之後，我就只能說，然後後來就聽說這盒學姐就是進步很大，所以後來就買了。但是買的時候就是直接被我丟在相機裡面，然後直到現在才拿出來組，算是我的機娘初體驗啦。之前是有聽說過收入的都很不錯，不過我還沒組過。那如果說你有組過很好的機娘的話，那歡迎在底下幫我留言，那我們之後會買來開。好，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盒 FRS 的學姐表現如何。始めましょう。板件數量14片，其中5小片我會當做1整片來看，數量我覺得還好啦，畢竟它有機甲。再來這盒的亮點就是3張預塗裝臉，太讚了。之前組的 Machu 只給了1個，剩下都要用水貼。雖然用水貼的好處就是可以自己決定要什麼眼神跟表情，不過操作麻煩，還容易貼不好，不然就是裂開。相較之下，預塗裝臉省去了一堆麻煩，100分。不過對塗裝派的玩家來說，可能就沒那麼友善了。特別看到其中有嘴巴微開的這塊板件，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旁邊是嘴巴的預塗裝，本來就滿分，再給1次滿分，很用心啊，萬代。腮紅的表現看起來也蠻好的。再來是補色貼紙，很小一張，大概可以看得出來是武器的瞄準鏡、監視器、感應器什麼的。光看到這邊我就可以先想好等等評價，就是推薦給大家了，跟鬼一樣啊。好，那我們就進組裝時間。好，各位，這盒 FRS 的學姐組裝完畢了。那整個組裝上就是很爽，因為它頭跟身體是先組裝好的，所以組裝好這個就會直接擺在旁邊。然後我在組其他部位的時候，就會不經意的飄到學姐的臉，然後就是哦，好可愛哦。那其他部位組裝上其實也很棒，因為它部位的色塊其實非常多。然後萬代呢都是用很簡單的方式，然後去做出來說，就是組裝還有分色都達到一個很簡單卻又很完美的水準。然後再加上學姐的臉跟身材比例是真的做得蠻棒，所以整個組裝上是很快樂的哦。先看外觀，撇除機甲部分，學姐的比例做得很讚，臉型、預塗裝、纖細的身材比例、凹凸的曲線都非常優秀，還原度很到位。加上機甲之後，整體配色更加豐富。學姐本體跟機甲的顏色沒有重複，加上萬代在拍攝上處理得很好，視覺效果非常驚豔。各處都有預設的孔洞，手臂、手腕跟大腿處也有替換零件，可以加入更多連接軸來擴充武裝，讓武器配置更多樣化。我這邊是拿 HG 的 Double Sunriser 跟魔王 X 來玩，大炮就是浪漫啊，各位。再來，機娘本來就有反差萌的特色，而這盒更棒的是，頭上的貓耳裝飾畫龍點睛，把學姐原本就有萌的元素再提升了一個檔次。再來看到本體，臉部有3種，分別是自信微笑、望向左側的開口笑，以及嬌羞臉。臉部的更換官方的做法稍嫌麻煩，我個人是用了一個比較偷吃步的做法啦。将貓耳取下之後，取下前額，旋轉2側的頭髮，接着就可以進行替換，簡單暴力。搭配手型可以有很多姿勢可以擺。裝甲部分，
說明書特別標注了是參考 G-Line 標準型的裝甲，這台我倒是不認識。查了一下之後，發現是出自於2009年的遊戲和漫畫《機動戰士鋼彈戰記》，也有提到是學姐的喜好才選用這台機體作為裝甲設計。比對之後發現，肩甲、肩膀上的火神炮，還有背後的燃料槽，確實都很相像。拳甲倒是沒特別看出參考來源。頭髮的劉海造型提供了2種選擇，第二種是創鬥者踹時期的樣子，比較短，兩側的髮型在長度上也會有些許的差異。另外，髮尾的尾端偏尖，完全不是安全玩具的等級。說明書上也特別提到是為了造型才做的這麼尖，要小心不要被刺傷了。貓耳部分拆下之後的缺口，也有提供填補回去的零件作為更換。不過我猜應該是沒有人想取下貓耳吧。手掌配件都是成對提供，包含握拳、開掌以及武器持握造型，材質為軟膠。不過可能是因為材質關係啦，持槍把玩一段時間之後，握持力會變得有點不夠，武器容易一不小心就直接脫離飛出去。武器部分除了剛剛提過的肩膀上2個大型火神炮，還有一把額外的短光速步槍，造型上也都是參考 G-Line 的，這邊就快速帶過。再來看到補色貼紙，總共4個地方，肩胛2側的感應器，噴射背包上方的感應器，還有光速步槍的瞄準鏡等，跟之前的預測一樣啦，面積也都很小，很不錯。補色區域，學姐本體是完美分色，特別拿胸口處的這塊透明接觸來講，我個人覺得很棒啊。這邊其實可以用補色貼紙草草帶過，但萬代還是有做出來透明綠的分件，給個讚。然後裝甲的補色主要都是一些散熱口的部分，像是肩甲外側的2處散熱口，還有燃料槽、紅色零件的散熱口處，那其他上墨線就可以搞定了啦。最後來看一下透膠處，學姐本體幾乎是沒有啦，除了運動鞋後方有一小塊之外，裝甲的部分大概就是2個火神炮的機械臂內側，燃料槽的機械臂我是很想當沒看見啦，畢竟它內側就是有其他連接武器的孔洞，反正遮擋起來就看不到了啦。接着來看可動，先來看裝甲的部分，裝甲都會跟本體有干涉到啦，不過可以透過調整裝甲的角度來減少。上半部肩甲有前後旋轉或是上下掀動等，火神炮也有上下或是前後旋轉的功能，燃料槽也可以前後旋轉，範圍頗大。拳甲部分，前拳甲可以向上掀起，是蠻緊實的。側拳甲因為跟前拳甲是連接在一起的，所以掀起来的時候會连帶牽動到前拳甲的部分，後拳甲就是固定無可動了。再來就看到本體的部分，首先是頭部，在脖子處的球形關節其實偏鬆，這就很容易脫落身體。俯仰都沒問題，前後擺動也都 OK。側擺的部分是因為脖子處有額外的關節，這幅度很大，所以擺出俏皮的姿勢是沒什麼問題啦。當然，如果再繼續轉下去的話，就會變獵奇畫面了。所有旋轉也是360無干涉，馬尾的部分也可以旋轉，以及上下擺動。軀幹的可動主要是在歐派上胸的位置，彎腰跟後仰的幅度其實都很大，不過伴隨的穿幫也都很大就是了。側擺的幅度也都很不錯，主要旋轉則是會受到腰部的干涉，是可以360啦，只是轉完之後就有跟着拔起就是了。手部連接是採用半球形的關節，在把玩的時候其實蠻容易脫落的，前後360是沒什麼問題。外擺關節是有，不過成效就很有限。平舉可以來到100度，手肘彎曲是單段可動，角度大概是140度。根部旋轉以及手掌旋轉也都是正常的水準，手掌也有額外的關節，上下的幅度大概是180度。腳部在大腿根部處的圓軸關節可以向下拉動，增加整個可動幅度。前踢的部分大概有100度，後踢與其說是後踢，不如說是有點向外後踢啦，角度大概是90度。側踢會受到腰部的干涉，大概50度的水準。屈膝是單段可動，大概是90度。運動鞋的部分倒是讓我有點驚訝，上緣跟鞋子的本體是分開來的，尤其是上緣，只用到了前後2處小凹陷處進行固定，穩固度還算可以啦。360旋轉是沒什麼問題，前後擺動也可以，但側擺的話就幾乎沒辦法了。那以上就是這盒 FRS 學姐的開箱了。那整體來說，就是我覺得很棒啊，因為它分色上就是處理得很好，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預塗裝頂給到了3個，光這2個條件我就可以說就是非常非常推薦，就跟我前面講的一樣。那而且呢，学姐就是她臉部都做得很可愛啊。雖然可動上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，比如說像手部，剛刚有講過，就稍微有點鬆，不過還沒有到說像 MG 能天使那麼鬆的程度，那個把玩上就很可怕。然後再來就是你在組裝上會有些覺得說是，為什麼會這裡這樣設計呢？不過啦，
把玩是一時的，擺放是一世的。它只要沒有把玩到讓你覺得說就是火大的程度，我都覺得還好。然後再來就是你擺放在櫃子裡面，每天看着自己爽，那就沒問題。你希望萬代之後的機娘也可以設計的，就是再更上一層樓一點。這台我已經覺得很不錯了。那如果說你有組過其他的機娘，那品質也很不錯的話，那歡迎留言推薦讓我知道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，那我們下次見，拜。